家里养花最让人头痛的事情，从来不是花不开，而是花盆里总是莫名其妙飞出一群黑色的小飞虫。很多人看到这些虫子，第一反应就是拿杀虫剂去喷，结果没过几天，满屋子都是这种乱飞的小东西，嘿嘿，甚至飞到水杯里、饭碗里，简直让人崩溃。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根本不需要花钱买药，家里本来就有一样被大家当成垃圾扔掉的好东西，那就是蚊香灰。只要在花盆里撒上一层蚊香灰，那些烦人的虫子根本不敢靠近，还能渗透到土壤里，把土层深处隐藏的虫卵彻底杀死，让你的盆栽从此干干净净。我们先来讲讲为什么花盆里会长这种小飞虫。在台湾这种湿润的气候环境下，花盆里的土壤长期处于潮湿状态，加上土壤里的腐殖质，简直就是小飞虫的天然温床。这种虫子在园艺界通常被称为小黑飞，繁殖速度极快，最可怕的不是在天上飞的成虫，而是躲在土里的幼虫。这些白色的微小幼虫专门啃食植物的嫩根，导致花草叶子发黄，长势不好。所以治理小黑飞，光打死飞在空中的没用，必须斩草除根，而蚊香灰就是这个环节里的绝对王者。很多人觉得奇怪，蚊香灰不就是草木灰吗？为什么能杀虫？这里面的门道可深了。我们平时用的蚊香里面含有一种叫做除虫菊精的成分，点燃后虽然大部分挥发了，但依然有一小部分残留在了灰烬里。这些残留的除虫菊精对于体型微小的花盆飞虫来说是剧毒，能破坏它们的神经系统。除了化学攻击，蚊香灰细腻的粉末也能堵塞虫子的呼吸孔，让它们窒息而亡。这就是为什么老一辈养花人随手撒一把蚊香灰就能解决问题的原因。收集蚊香灰有个细节要注意，一定要确保它是彻底冷却的。有时候中心还有火星，直接倒进塑胶袋或花盆，容易引起意外。收集好的蚊香灰要放在干燥处保存，受潮结块后效果会大打折扣。当你发现花盆周围有小黑飞出没，就是使用的最佳时机。最直接的方法是铺面法，在土面相对干燥时，用汤匙舀起蚊香灰，均匀撒在土壤表面，厚度大概1到2毫米最合适，太薄起不到隔离作用，太厚会影响透气。这层灰就像一道电网，外面的虫子闻到气味不敢靠近，土里想钻出来的虫子碰到就会被沾身而亡。这个方法能有效切断小黑飞的繁殖循环。如果土里已经有大量虫卵孵化，单纯铺面就不够了，需要用到进阶的灌根法。取1汤匙蚊香灰，放入大的保特瓶里，灌满清水，用力摇晃让灰水混合，静置10几分钟，取上面浑浊的液体直接浇灌花盆。这种液体能顺着土壤缝隙流下去，溶解在水里的除虫菊精和钾元素会遍布盆土，躲在深处的幼虫接触到基本死路一条。而且蚊香灰本质是草木灰，富含钾元素，能壮根茎，增强植物抵抗力，杀虫的同时也补了肥，一举两得。使用蚊香灰必须要有分寸。蚊香灰呈碱性，而台湾种植的很多花卉，如杜鹃、栀子花、茶花是喜酸性的，长期大量使用会导致土壤碱化，引起叶子发黄。所以给喜酸花卉使用要控制频率，或者在水里滴几滴白醋中和一下。而对于仙人掌、多肉植物、玫瑰等喜欢中性或碱性土壤的植物，蚊香灰就非常友好，不仅杀虫还能促进生长，特别是能让多肉的根系更壮实。除了撒灰和灌水，蚊香灰还可以做成糊状涂抹。针对多肉黑腐或兰花茎部被虫咬的伤口，把蚊香灰调成浓稠糊状涂在伤口处，它有很好的杀菌收敛作用，能吸收水分，防止腐烂，阻断病菌再次入侵。很多资深兰友在分株或修剪烂根后都会涂抹它，伤口愈合非常快。大家可能会担心蚊香灰的安全性。正规厂家的蚊香主要成分是拟除虫菊精，对昆虫毒性大，但对人和宠物的毒性非常低。而且我们使用的是灰烬，比起刺鼻的化学杀虫剂，它绝对算得上绿色环保。特别是家里有小孩或宠物的，用蚊香灰相对安全很多。当然，撒灰时动作要轻，避免吸入粉尘。蚊香灰之所以好用，还因为它改变了土壤的物理性状。
小黑飞喜欢湿漉漉的烂泥塘，而蚊香灰混入土壤能起到疏松作用，吸附多余水分，让土壤保持干爽，破坏了虫子喜欢的潮湿环境，就在根本上解决了问题。这叫治标更治本。在实际操作中，为了防止浇水冲散蚊香灰，建议采用浸盆法，把花盆放进装水的大脸盆，让水从底部吸上来。如果必须从上面浇，就用长嘴喷壶沿着边缘轻柔的浇，保护好这层灰膜是关键。此外，蚊香灰水对红蜘蛛也有抑制作用。红蜘蛛怕水也怕粉尘，把过滤后的蚊香灰水喷在叶片正反面，能形成极薄的灰膜，限制红蜘蛛活动。养花久了，你会发现神奇偏方往往利用了物质的基本特性。蚊香灰具备杀虫微毒性、高钾肥力、吸湿干燥及物理覆盖4大特性，结合起来就成了良药。相比买药，它省钱又温和，源于植物回归泥土，循环自然。但要注意配合科学控水，撒了灰之后，适当让盆土保持微干。小黑飞虫卵在干燥环境下无法孵化，只有蚊香灰这把矛配合控水这面盾，才能真正打赢人虫大战。最后提醒大家，只有传统燃烧的盘式蚊香灰才有用，电蚊香液没有实体灰烬，不在讨论范围内。也不用纠结蚊香的香味，茉莉香还是柠檬香留下的灰效果都一样。如果你够细心，可以用筛子把灰里的碳化硬块筛出来，留细腻的白灰铺面，粗渣垫底，效果更好。蚊香灰是上天赐给养花人的礼物，善用它能省去买药钱，还能护根杀菌。但这只是第一步，它还有更进阶的混合用法，比如搭配大蒜水或洗碗精，威力会成倍增加。既然上面我们提到了蚊香灰能搭配其他东西组合使用，那我们就来详细说说这些进阶版的强力杀虫配方，这可是很多资深花友秘而不宣的独门绝技。首先要介绍的就是蚊香灰加洗碗精的组合。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，其实原理非常科学。有些虫子像蚜虫，表皮带着一层蜡质，单纯喷蚊香灰水容易滚落，沾不到虫身。这时候洗碗精里的表面活性剂就派上用场了，它能破坏水的表面张力，增加附着力。操作方法很简单，准备一个大喷壶，放入1汤匙蚊香灰和清水，再滴入2-3滴洗碗精，充分摇匀后，液体粘性变大，喷到有蚜虫或红蜘蛛的叶片上，能牢牢包裹虫体。洗碗精溶解害虫体表的蜡质保护层，让蚊香灰里的杀虫成分长驱直入。这个配方对爆发性强、密度大的虫害特别有效，连喷3天，整盆花就干净了。除了洗碗精，大蒜也是黄金搭档。台湾厨房必备的大蒜含有大蒜素，具有极强的杀菌驱虫作用。如果花盆不仅有虫，还伴随黑斑、白粉病等真菌感染，这个组合就是首选。把3-4瓣大蒜捣碎泡水24小时，过滤后和大蒜水混合蚊香灰。这种混合液味道虽然刺鼻，但对虫子是生化武器。喷洒后不仅杀虫，残留的气味还能长期驱赶飞虫。梅雨季节每半个月喷一次，防虫又防病。接下来攻克养花难题介壳虫。这种背着硬壳的小盾牌，普通药水很难对付。对于少量介壳虫，用湿棉花棒沾干蚊香灰直接擦拭，灰尘颗粒堵塞气孔，碱性腐蚀外壳。如果泛滥了，就用高浓度蚊香灰水配合洗碗精，再加上一点药用酒精或高度米酒。酒精渗透力强，能软化外壳，配合蚊香灰毒性，把它们一锅端。喷完你会发现介壳虫干瘪脱落，轻轻一碰就掉。对于地上的蜗牛和蛞蝓，也就是鼻涕虫，蚊香灰也有奇效。它们晚上出来啃食嫩叶，非常气人。我们不需要把灰撒盆里，而是在花盆或植物根部周围撒一圈，画地为牢。蚊香灰干燥且强碱性，软体害虫一旦爬上去，粘液会被吸干，腹部被灼伤。这道保护圈让它们不敢越雷池一步，比撒盐安全，不会造成土地盐碱化。说了杀虫，别忘了蚊香灰作为钾肥的本职工作。很多花友只顾氮肥，导致叶子绿但不开花。比如台湾街头常见的九重葛，自家养总是不开花，这时候就要补钾。在花期前1个月，每隔10天灌一次蚊香灰水，
充足的钾元素促进花芽分化，让花朵颜色鲜艳。坚持使用，九重阁能开得只见花不见叶。对于金紫兰、兰花这种喜甲植物，蚊香灰能让叶片宽厚油亮，花剑挺拔。家里种果树盆栽如金桔、柠檬的朋友，蚊香灰是必不可少的增甜剂。钾元素能把光合作用的糖分输送到果实里。如果果实膨大期，在土表撒些蚊香灰，结出的果子个大皮薄，味道浓郁甜美。这是果农的秘诀，运用到家庭盆栽效果一样好。但使用蚊香灰有个化学禁忌，一定要记牢，千万不能活氮肥，特别是人畜粪尿或胺酞氮肥混合。很多老派花友用发酵洗米水、黄豆水浇花，如果马上撒蚊香灰，会发生反应，释放刺鼻氨气。这不仅浪费肥效，氨气浓度高，还会熏伤叶片。所以施肥要分开，浇完氮肥过3-5天，等土壤吸收了再用蚊香灰补钾。给植物换盆时也有技巧，配置培养土时，抓2把蚊香灰拌进去，比例控制在 5% 左右。蚊香灰经过高温燃烧是无菌的，能抑制土里携带的病菌虫卵，给新土域消毒。而且它质地疏松，能增加土壤空隙度，防止板结，利于新根生长。根系壮了，植物抗病能力自然就强。随着季节变化，蚊香灰使用策略也要调整。梅雨季节高温高湿，易发黑腐病，在土表撒层稍厚的蚊香灰，能吸湿防腐，保持根茎结合不干燥，降低黑腐概率。冬天撒蚊香灰能利用黑色吸热特性，提高盆土温度，保护根系不被冻伤，帮助植物过冬。有花友反馈用后盆土变硬，通常是浇水方式不对。撒完灰要用浸盆法或喷雾打湿，不要暴力冲淋成泥浆。觉得黑灰不好看，可以在上面铺一层麦饭石或发泡炼石，既美观又防风吹，蚊香灰在下面依然发挥作用。养花是修身养性，也是探索自然规律，不需要把家里搞得像化学实验室，大自然已经给了我们钥匙。蚊香灰这个废弃物，只要善加利用，就能变成守护花草的卫士。从杀灭小黑飞、对抗介壳虫到促进开花结果，作用贯穿全过程。这也体现了环保循环的生活态度，把废物变成养料。最后跟各位花友说，不要害怕尝试。每一盆花脾气不同，环境通风程度也不同，多观察植物反应，叶子是否更绿，虫子是否变少，据此调整用量。希望大家听完分享，把蚊香灰收集起来。下次看到小飞虫别慌，拿出这个法宝给它们点颜色看看。愿大家的阳台四季如春，花开爆盆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不妨动手试试，养花之路我们一起同行。